天我们跟你讲一讲关于加拿大多元文化节和夏季狂欢节。加拿大是一个天气比较寒冷的国家，作为渔民来讲，来到加拿大就会感受到，在这个国家里边，夏天，特别是当5个月、6个月的冬天刚刚过去，这里就是一片生生机机、勃勃开放的城市。你可能想象不到加拿大的夏季狂欢节，你更想不到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节该有多么热闹。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。大家知道，冬季的加拿大时间很长，大约要到4月份，5月份天气才慢慢的转暖。但是到了5月以后，整个加拿大就像一个新生的春天开始。在我们国内，如果春天是2月的话，可能3月花开了，所有的树枝都绿了。但是加拿大不是这样，加拿大的春天有雪，加拿大的春天伴随着雪就进入春天了。但是真正加拿大春天是在5月到6月开始，而从6月开始，整个加拿大就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实际的开始。出国很多年的朋友都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们出国都是工作奋斗，很多的时间都消耗在工作上，在家庭和生活上。实际上，加拿大的文化生活是非常丰富的，是非常特别的。如果说在我们中国，在其他地方，夏天没有一个特殊的让人感觉到一个有规律的节日的话，那么在加拿大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加拿大的6月开始就是狂欢节，从6月一直持续到10月，说给你听你都不相信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除了加拿大的气候有关系，再一个，加拿大这里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的国家，这里的很多文化的活动贯穿着 international 的特色。今天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。我可以跟你这么说，如果你进到6月的加拿大，你就别想着这里不好玩。6月初就开始了。在6月，我们以蒙特利尔为例，这里就开始了第一个狂欢节。这里的狂欢节首先是以法语为特征的，以法语歌唱家，世界各地的法语演唱家，他们来到这里，这叫 Francophone 的爵士节。这个节他们都在街上，在大街上搭了棚子，很多的人，很热闹。也有的是在剧院里，那是要付一点钱的，在街上就是不需要的。当这个 Francophone 的节刚刚一结束呢，那就是声势浩大的爵士节。蒙特利尔的爵士节是很有名的，而且有很长的历史。关于蒙特利尔的爵士节呢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世界名流、世界最好的爵士乐团、世界最好的爵士演唱者都会来到这里，他们每年轮流的到这里来演出。当然，在多伦多、在温哥华也有同样的这样的节日。狂欢节的时候，每天从中午开始，在大大的广场，在大大的公园里，一个台结束了，另外一个台又开始，一场演出结束，另外一场演出又开始。旁边有很多卖啤酒的，有很多卖小吃的，你可以吃汉堡，你也可以吃其他的东西，那是绝对的享受。这就是在6月到7月初的时候。紧接着在我们
蒙特利尔呢有一个特殊的节日，叫做只为你笑节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只为你高兴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我们简称的笑节。笑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节日，而且它把世界各种民族渔民的文化融在一起。你可以甚至提出你的表演来参与这个活动。笑节是一个群众性的，在大街上，在城市里边有各种不同的装饰，人们在那里听到的就是笑声，听到的就是让大家都特别开心的事儿，而且让你忘记掉你曾经很累，忘记掉冬天那么漫长的时间。笑节是非常的成功。加拿大魁北克有最好的法语，笑节也有最好的法语的开玩笑的笑节的演员，这些演员都成为加拿大很多著名电影、著名喜剧片的演员。笑节过了，紧接着就是其他的节日，有汽车大赛，而且有汽车城市展。你可以在当趟最大的街道上，在最热闹的金街区，上面都是酒吧，很多人围着，下面都是世界最好的汽车供大家展览。有专门要付点钱的，也有给大家参观的。这么1天、2天、3天，热闹极了。在那里拍个照，看一看，肯定还可以学习一些关于现代最好汽车的知识，非常热闹。每年我都会去，因为我喜欢汽车，我喜欢在车子旁边照2张照片，红的、绿的，什么颜色的都有。那么说到多元文化，那就更热闹了。从7月以后开始，在蒙特利尔的几个岛都有非常热闹的号称奥斯卡的文艺演出节。这个节日就是每周的周末举行，有世界各国的渔民的演出。这里包括有来自拉丁的，来自非洲的，来自我们中国的，各种演出到了周末都会在那举行。而这些演出呢，承载着不同的文化，一直延续1个月的时间。其实在蒙特利尔，在加拿大，这种节日呢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的。如果在6月份我们说狂欢节开始了，那我想提醒大家，刚才我没有告诉你们，当狂欢节开始的时候，首先是最热闹的礼花节。礼花节是整个加拿大多伦多、温哥华包括蒙特利尔都有的，有世界很多国家来参加，每年都有。我们中国的礼花大家都知道是最好的，在这里是拿过奖的，每年都来参加。这些礼花比赛呢就在公园里边，然后到了周末的晚上，大家都到那里去集中，那里全是免费的，可以看到礼花，展示到这种城市的晚上的最美丽的风光。这就是狂欢节的开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讲到7月，又要讲讲8月。8月是我们加拿大最热闹的国际电影节，蒙特利尔的国际电影节那是挺有名的。当然这2年被多伦多取代了，多伦多的电影节显得更加的壮观。但是历史悠久的蒙特利尔电影节，曾经有中国很多电影在这里获奖，他们在这里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8月人们可以参加很多的活动，很多多元的活动继续在进行。比如说8月初的蒙特利尔的同性恋节，这个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节，世界各地很多人都会聚集在这里。在8月初呢，会有一个大游行，这个游行把整个城市呢变成了海洋。这
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国家和城市的宽容，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生活在这里是那样的自由和开心。伴随着同性恋节呢，还有同性恋的电影节，紧接着还有世界最奇妙的奇幻电影节。这个电影节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，到了加拿大第一次参加，而且第一次看到他选的电影都是世界各国的奇妙的、鬼怪的、超现实主义的。我们亚洲有很多，特别是日本、南韩，很多精彩的好电影都在这里看。每年我都会去看，因为特别的精彩，而且平常看不到。这样的节日让我们流年忘返。这就是我们8月和9月的日子。紧接着世界各国像古巴这样一个欢乐尤其爱跳舞的国度，每年在蒙特利尔都有专门为他们组织的3日的古巴狂欢节。想起加拿大的夏天，想起加拿大的狂欢节和多元文化节，真是太兴奋了。从6月开始一直延续下去，一直到了9月，到了10月，这里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其他的一些灯光演奏活动，还有一些狂欢节都在各地进行。我们中国每年也会在这里搞一个专门的中国电影周。冬天我们有些寂寞，但是夏天、秋天对于加拿大人来说那就是狂欢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也许是因为冬天太长，也许大家太压抑了，想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但是夏天狂欢到这样的程度，确实让我兴奋不已。紧接着秋天慢慢的过来了，秋天的加拿大大家都知道，那是美的不得了的。枫叶黄了又红了，红了又彩了，彩了又落地了。秋天有很多的人到这里访问，因为他们不太了解在这里的夏天的热闹，他们总是知道秋天的枫叶是美的，确实是这样。秋天如果你站在门口，你不要去山岗，你也不要去枫叶生长的地方，你就在家门口随手一拍，你就可以拍到最美的景色。这就是加拿大。今天我想跟你讲讲这些呢，就是想告诉你，跟你可能生活在国度不同的地方，加拿大是有什么样的夏天，什么样的秋天和什么样的热闹的文化。在我们蒙特利尔，你如果走到街上，那让你惊喜。这里有一条街叫圣丹尼街，那条街上有世界所有的饭店，所有你喜欢吃的东西，甚至有非常好的东西。如果说要说到吃，欢迎你到蒙特利尔来看看，那真是非常的好。法国人的吃，法国人的酒吧，老城，狂欢的老城，那真是热闹极了。今天我用一点时间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，实际上远远没有告诉你，因为夏天秋天的加拿大有着万紫千红、热闹非凡的狂欢和多元的文化节。我是告诉你，欢迎你，希望你到这里来看看，我们加拿大的夏天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度，因为我们的多元文化，因为我们热爱自然，因为加拿大是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。欢迎你们，今天就简单说到这里，谢谢啊，再见。